司机对咱们大佬的决胜局，简单的说两句吧。首先，这个开球漏球的毛病，之前呢大圣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小特跟赛大师的开球，那是有专门的研究过、练过，这个稍微花点时间不难。当然，这杆长台呢，司机确实也硬，别人就是这个门派、这个风格，咱们呢也得认。好，接下来看一下裁判的这个摆球哈，红球占据了黑球点，这个球的正确摆放方式呢，是黑球摆放在占据点位的下方无限接近的位置，这个无限接近就靠裁判去掌握了。现在看到，其实黑球跟红球已经贴上了，那么贴上之后，黑球就没有单下。再来看一下，还是靠上去了。好，这个位置可以了。9。下面这一杆呢，司机打黑球的同时把红球带开，这一下呢，红球就没有占据点位了。再来看一下司机的这杆长台，硬。好，下面给大家跳到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看一下司机的这一杆交位，粉球的点位被占，那么中间可以进攻中袋的红球呢，有一个向下的角度，正好可以带开红球堆。那么接下来司机的这杆处理其实已经出现了问题。当时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呢，以为粉球左下角的底袋没有，这个球呢，司机只需要轻带就行了。但是看到他发力，我还以为粉球没有。注意看哈，从这个位置看，粉球好像是没有。其实啊，这颗粉球有单下。好，接下来呢，司机选择了一杆很随意的防守，当然他也就是这个风格。好吧，下面留下的这杆球，如果粉球没有左下角的底袋，这杆球不打是对的。当然，今天看了整场比赛的兄弟们可能都知道，咱们的大佬啊，整场比赛那个长台究竟有多差。这杆球他没有选择进攻。注意看哈，下方的那颗红球只是轻轻的贴了上去，并没有改变局面。接下来司机的这个位置比刚才他的那个白球位置论进攻的话要难了不少。大圣常说，有些球刀架脖子上也得打，这种球别说司机了，二比熊上来他也会打。就这样，司机抓住了机会。好吧，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颗红球的处理也是亮点。走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多了一点点，只有一点点向下的开口。你又或者是再少一点点也行。这个位置呢，司机就有点难受。反复确认之后呢，决定强行的右塞低杆。看一下哈，白球这个力道上来刚刚好，留下一点点向下的角度，交到这个位置就已经彻底的凉凉了。总结一下哈，咱们的大佬围球防守大概恢复了个80%，但是在长台这一块可能连前64的都比不了。现在的斯诺克上手能力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了远台上手的能力，等着别人送，当然你可能会赢下个几局，但是遇到前16的高手，想要拿下整场比赛，甚至赢到冠军，那这个几乎不可能。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晚上看看火老师的表现吧。
看囧哥强行冲击147，有了！本届世锦赛开赛以来的最大分差产生了。囧哥这个赛季可谓是历尽坎坷，媳妇儿得了重病，自己呢又遭遇了一些小事故，导致这个赛季的状态一直浑浑噩噩。不过从本次世锦赛来看，囧哥好像回来喽。8. Nine. 看台上是囧哥的家人。17.这场比赛呢，戴尔确实没能给囧哥带来太大的压力。这个半区，也许囧哥会成为钢炮最有力的竞争者。25. $32. $40. $41. $48. $49. $49. 注意看哈，这个白球交到这儿，囧哥不是太满意。这个时候他已经想要冲击147了。56. 本来叫篮球很简单，但是看一下囧哥强行低杆还是叫黑。57. 这个时候场下的观众已经反应过来了，囧哥想要冲击147。
来看一下大角度的黑球。后考虑了一下，接下来看一下咱们囧哥世界第一的加杆。这样的推杆对于他来说当然没有问题。65. 推杆两库上去，红球堆上方那一颗应该是杆下。72. 好的，没有问题。73. 直到第10套，导播终于打出了147的提示。80. 注意看哈，这颗角度又小了一点点。戴尔的表情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跟囧哥也是好哥们儿。看一下哈，这个角度有多大？和马叔的那杆147这个角度差不多了。来，强行147有了。88. 接下来的红球，实在太可惜了。恭喜囧哥，这个半局能干掉钢炮的，大社看好你哦。昨天呀，施家辉对老马这场球实在有些意犹未尽。本来想跟大家说说庞俊旭那场，但是呀，实在打得太难看。罢了罢了，咱们还是回顾一下开心的事儿吧。下面呢，咱们就回顾一下这一场一些关键和有意思的节点。这是昨天第2阶段一颗相当关键的红球，马叔呢没有做过多的犹豫，而且呀，这颗红球完全没有留任何的后手，打进6比4领先。这一杆球可谓是对整场球都相当关键。这颗球啊，换做任何一个6扇门的选手，多少都要发一点力。虽然降低了进球的概率，但是不进，他大概率也不漏。但是马叔就完全没有留后手，韩准帮老帮主的风范，这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而且呀，这一宗旨是贯穿了全场，哪怕到了比赛最关键的时刻。这个呀，咱们待会儿再说。接下来咱们来回顾一杆施家辉细节上的处理。注意看红球堆最右侧的那一颗，是有一个打带防叫篮球的机会，但是施家辉却选择了左侧这一颗。当时看他这么选择，大圣就给身边一起看球的兄弟说了，我说这颗球选择就有问题，只需要1套就可以超分，而这一杆关键时刻红球出问题了吧？问题在于你不进的话，给对手留下了机会。马叔一杆精准的中带进攻上手，不过今天呀，成也中带，败也中带。随后这一杆红球的交位大失水准。不过老马的门派本来就玩的不是这个，想想出现这种情况嘛，也正常。下面来看一杆败也中带之一。不过说实话，这杆中带呢，我觉得还怪不着老马。这个角度兄弟们可能看不出问题哈，从这个角度呢，好像也没啥问题。
那咱们再从这里看，注意看哈，红球慢慢的往外拐了，这颗球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咱们再来看一遍，如果是逆毛效应，红球应该拐向下方的带角，但是它偏偏往上拐，这个感觉球台好像没调平哦。好，下面咱们来看一杆极少出现的自由球的判罚，它就出现到了前天咱们提到的红球不挡红球。马叔这杆犯规了，咱们来看一下哈，下方有一堆红球都可以打到，他是如何被判罚自由球的。马叔呢，以为裁判判罚的是上方这颗红球，大家记住哈，自由球是要求两侧都要能通过。现在呢，马叔又给裁判说，下方这个红球好像是可以通过的哟。根据红球不挡红球的原则，上方的那个红球呢，并没有对下方这个红球形成遮挡。同理，左右两侧的红球呢，也同样都可以虚化。从这个镜头呢，感觉好像还真的是不能通过。最后呢，裁判还是判了飞波。好，现在双方确认的都是下方那一颗。但是裁判说，旁边这个红球就算给它虚化了，白球也不能通过。You would need to pass this green completely to get this finest bit. 好，最后马叔也没有争了，施家辉获得了一颗自由球，他可以把黄球当做一颗红球来击打。不过接下来的这颗打篮炸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下面来欣赏一杆马叔被逼急了的极限准度。像这样的极限准度，马叔后面还打了好几杆，要不然呢也追不到9-9。下面咱们来看哈，马叔的单手解球，他又来了，又没解到。还记得咱们某个部门经常说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结果往往都是谁这样说，谁砸自己的脚。接着看马叔哈，继续要骚。还记得大圣之前说的吗？单手解球的唯一好处就是它的赛比较稳定，这个马叔也不全都是胡来。接下来呢，就是马叔一波极限准度，将比赛拖入了双厅决胜。好，下面咱们要特别说一下马叔的这颗强行中带进攻，7-9落后，连追了2个赛点，一路靠准度硬刚过来。这个机会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作为这个门派的老帮主，骑兵连必须倒在冲锋的路上。有时候气可鼓不可泄，球可以输，但是气质不能输。咱们的达仔也好，庞俊旭也罢，是不是差一点和马叔灵魂上的碰撞呢？而且呀，同样是这个中带，马叔之前就吃过亏哦。好，咱们再回顾一下这一局绝杀的几颗关键球。打这个篮球时，大圣手里捏着一把汗呐。敢这样去推，就是没有留任何后路。施家辉自己也知道，这口气一旦泄下来，这一屁股坐下去，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这颗中带，这颗黑球，当然最关键的就是这颗价值万金的分球。咱们中国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资格赛的渡劫成功，这一次的施家辉可能又成了咱们全村的希望哦。好了，这场精彩的比赛就跟大家回顾到这里，兄弟们，明天见。